大家好，欢迎来到故事学中文播客节目。很高兴今天能跟你一起深入聊聊你分享的这些关于中国姓氏和百家姓的资料。我也很期待。你可能跟我一样啊，有时候会想，为什么好多中国人的姓都是一个字儿？对，这是个很常见的问题。还有那个百家姓，听着好像挺有名的，但它到底是个啥？今天咱们就根据你提供的这些材料，比如那篇讲汉字里的中国百家姓与家族文化的文章，好好挖一挖。好，看看能不能帮你梳理清楚，关于中国姓氏的起源啊、文化呀，还有现在的一些变化，里面有不少有意思的东西。是的，这些资料确实给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姓氏这个东西看起来就是个符号，对，但你往深了看，就会发现它像个文化棱镜，能折射出历史、社会甚至那个权力结构的变化。那行，咱们就直接从一个大家可能普遍会搞错的点开始吧。百家姓，好，很多人一听名字就觉得100个姓，对，望文生义了。但你给的资料好像说不是这么回事儿，它到底怎么来的？这个确实是个经典的误解。你那篇文章开头就提到了，实际上啊，百家姓收录的姓氏，远不止100个。它大概是北宋初期成书的，具体的作者是谁呢？现在说实话不太好考证了。最早的版本收了有411个姓，后来又加了些，最后通行的版本收了504个姓。哇，500多个。是的，这里面呢，单姓就是我们常见的王、李、张这种，有444个。然后还有60个复姓，比如资料里说的欧阳、司马、上官这些。明白了。所以说百家在这儿啊，它更像是个虚指，就是说姓很多，不是说正好100个。原来是这样，有500多个姓，这数字就挺让人吃惊了。那更有意思的是资料里提到的排序。我以前一直以为这种书要么按人多少排，要么按笔画。对，一般会这么想。但文章说百家姓的排序，特别是开头那几个，好像大有讲究。没错，这正是百家姓里头一个特别值得玩味的地方。您那份资料也重点强调了它的排序，尤其是前4个赵、钱、孙、李，完全不是按人口来的。它就是说是当时政治格局的一个直接反应。政治格局。对，排第一的赵，你想想，北宋开国皇帝姓啥？赵匡胤，姓赵。对了，所以国姓肯定要排第一，以示尊崇。这倒是说得通。第2个钱是指的当时那个吴越国的国王，叫钱俶，他当时还没完全归顺，但对北宋统一有功。钱俶。第3个孙，有考证说是钱俶的正妃，他姓孙，连王妃的姓都排进去了。是的。然后第4个李，指的是当时已经被灭了的那个南唐后主李煜。等等，我捋一下：赵是皇帝，钱是重要盟友，孙是盟友的老婆，李是刚被灭掉的那个对手。差不多是这个意思。这简直就是用姓写的一部北宋初期势力关系图啊！哈哈，可以这么理解。这完全颠覆了我对这种文化读物的想象。对，所以这里的关键不光是看他收了多少姓，而是要看到，就像是这种看起来很中立的文化汇编，它也可能深深的嵌入了当时的权力结构和政治考量。有道理。它就提醒我们，文化和权力啊，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这的排序方式本身就是那个时代权力格局的一个缩影。当然了，在这几个特别有政治含义的姓排完之后，后面的排序才开始考虑人口多少啊、常见程度这些因素。这个视角太有启发性了。那我们现在口语里老说的百家姓，它的意思跟你资料里说的这本个古书是不是也不太一样了？对，不太一样了。现在我们说老百姓啊，或者泛指百家姓，更多的是指中国常见的那些姓氏群体成了一个文化概念。是的，一个文化概念，而不是严格指向那本宋代的书。你那份资料里好像还有个图表，对吧？对，展示了现在中国人口最多的几个姓。目前来看呢，排在前5位的是王、李、张、刘、陈。王、李、张、刘、陈。这5个大姓的人口加起来，最新的估计差不多快4亿了。
快4亿人，就这5个姓。对，这个体量确实惊人，比很多国家的总人口都多，真是难以想象的规模。好了，那我们大概清楚了《百家姓》这本书是怎么回事儿，还有它那个独特的排序。但这些姓氏本身呢，比如赵、钱、孙、李这些，他们的源头又在哪儿？总不能是宋朝才有的吧？那肯定不是。中国姓氏更早的源头是啥样的？你资料里关于姓氏溯源那部分好像提了几个主要方向。确实，姓氏的起源非常非常古老，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甚至有人说跟母系社会都有关。你资料里总结的挺好的，主要有4大来源，非常经典。哪4大来源？第一种，也是最常见的，就是从封地或者国名来的。哦，封地国名。这个比较好理解，周朝不是搞分封制吗？很多贵族分到各地建诸侯国，他们的后代呢，有些人就用当时的封地名或者国名做了姓，比如周姓，它本身就是周朝王族的姓，他们的祖先最早据说封在叫周远的地方。还有春秋战国时候的齐、鲁、晋、楚这些，后来都成了姓。资料里举的齐姓就是个典型。这个好懂。那第二种了？第二种来源呢，是来自官职或者职业。官职、职业？对，古代社会不是有各种官吗？有些人的祖先可能好几代都当同一个官。后来呢，就可能用这个官职名当姓了。比如司马，原本是管军事的官。司马迁那个司马？对，后来就变成姓了。还有上官，可能也是地名加官职来的。职业方面呢，比如说陶，可能祖上是做陶器的。哦，陶渊明的陶？有可能。屠，可能祖上是杀猪宰羊的屠夫。巫，可能祖上是搞祭祀通神的巫师。挺有意思的。那第三种？第三种呢，是来自祖先的名字或者谥号。谥号这个词儿得解释一下。谥号啊，简单说就是古代皇帝、诸侯、大官这些人死了以后，后人根据他生前的表现，给他的一个带有评价的称号。比如文、武、庄、康这种。对，就是这些。有些姓就从这儿来的，比如庄姓，其中一个来源就跟楚庄王有关，他的后代有拿他谥号庄当姓的。还有拿祖先名字里的字当姓的。最出名的例子就是孔姓，孔子的孔。对，他源自孔子的六世祖，叫孔父家，他的后代就拿他名字里的孔字当了姓。原来是这样。那第4种来源呢？第4种是来自住的地方的名称或者特征。住的地方，这个也比较直接，比如你资料里提到了复姓，东国、西门、南宫。听着就像方位，对吧？很明显就是住在城墙、宫殿的东边、西边、南边。还有单姓，比如姓池的，可能以前住在水塘边。姓柳的，可能家门口有棵大柳树。姓田的，可能祖祖辈辈种地就姓田了。听你这么一梳理，再结合资料里的例子，感觉每个姓背后都可能藏着一段历史啊，或者一个家族的故事。确实是。封地、官职、名字、住处，来源真是五花八门。这让我觉得，对中国人来说，姓氏肯定不是个标签吧？远不止。它凝聚了哪些更深的文化价值？我看你资料里特别强调了家族的根这个说法。你问题问得特别好。也正是你那份资料想深入探讨的核心。家族的根这个比喻挺形象的。姓氏在中国文化里最核心的价值体现在2个联系很紧的方面。哪2个？一个是认祖归宗的身份认同，另一个是传承家风的文化纽带。认祖归宗、传承家风。先说认祖归宗，这方面有个重要的体现叫堂号。堂号？对，你资料里介绍的堂号，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古代同一个姓里头，为了分清楚不同的分支，标明家族老家在哪儿，或者纪念重要的祖先，设的一个内部名号。有点像大家族的名片儿。差不多，有点像郡望或者堂名。比如说，孔姓最出名的堂号是至圣堂。因为孔子是至圣先师。对了，还有李姓里头很有名的那个陇西堂。陇西？就表明这一支李姓他们的老祖宗是从古代的陇西郡，大概现在甘肃那边发源的。了解。过去啊，
同姓的人碰见了，有时候会问一句：府上是哪个堂号的？还会这么问？是啊，如果堂号一样，那就像隔了很多代，也知道是一家人，那种归属感、亲近感，特别强。堂号这个概念真有意思，像个家族内部的识别码，或者说文化徽章。我好像在一些老宅子牌匾上见过啥啥堂的字。对，它就是起这个作用，然后是传承家风。这一点呢，主要通过族谱或者叫家谱来实现。你资料里也说了，族谱很重要。是的，族谱啊，它不光是记着谁是谁的儿子，谁是谁的孙子，更重要的是，它会记下祖先的光荣事迹、重要经历，还有这个家一代一代传下来要遵守的规矩、训诫，就是家规家训。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家风。对，比如你资料里举的那个浙江钱氏家训，子孙虽愚，诗书须读。这句话我知道。这条规矩就直接影响了他们家崇尚读书的风气。据说这个家族历史上出了好多学者名人。还有广东那个何氏家规，强调做生意要讲诚信，宁可食少，不可赚黑心钱。这个价值观很重要。对，这种东西会通过家族一代一代传下去，影响后人的行为。这让我想到，我家老人也老念叨，咱们家的人就得这样，不能干丢祖宗脸的事儿。可能潜意识里就是这种家风在起作用。很可能就是。对了，资料里还提到一个同姓不婚的习俗，这个背后也是因为认祖归宗吗？是的，这是认祖归宗观念一个很实际的延伸。古人想法比较朴素，他们觉得同一个姓的人往上追溯很久很久，可能是一个老祖宗。可能会其生不翻，就是影响后代繁衍和健康。原来是担心这个。对，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同姓不婚是个普遍遵守的社会规矩，甚至写进过礼法里头。这样啊？当然，现在法律上已经不禁止同姓结婚了，但是在一些地方，特别是思想比较传统的老人家那里，可能还是会有点介意这个事儿。了解了这些文化内涵之后，感觉姓氏这两个字分量确实重了不少。那在这么长的历史里，有没有一些姓氏因为经历了特别的事件，或者跟民族融合有关，变得特别有故事？你资料里好像举了几个例子。当然有，历史这个大熔炉啊，给好多姓氏都打上了特别的印记。你资料里提的那几个例子就挺典型的。比如说袁姓，现在姓袁的人里头啊，有一部分他们的祖先可能就跟北魏时候的鲜卑族有关系。北魏鲜卑族？对，当时北魏孝文帝不是搞汉化改革吗？为了促进民族融合，就下令把鲜卑的好多复姓改成汉族的单姓，其中就把他们皇族的姓拓跋改成了袁。拓跋改袁。是的，所以一个袁姓背后可能就藏着一段民族融合的历史。有意思。再比如金姓，它的来源也挺多的，但其中一个比较引人注意的来源跟清朝皇族爱新觉罗有关。爱新觉罗？爱新觉罗是满语，翻译过来大概就是金子的意思。金？对，清朝灭亡以后，那些原来的皇族后代为了融入社会，也为了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好多人就改了汉姓。其中一部分人呢，就取了爱新觉罗里金的意思，改姓金了。这本身就是一段历史变迁的故事啊。没错，王朝更迭、身份变化都体现在里面了。还有像欧阳这种复姓，你资料里也提到了他的现状。对，好像有人简化。是的，现在社会写起来、登记叫起来，为了方便，有些姓欧阳的人呢，可能会选简化成单姓欧或者杨，恰恰就反映了传统姓氏文化在现代社会里面临的那种张力，要适应时代，又要守住传统。这个现象本身就挺值得琢磨的。确实，从袁姓的民族融合，到金姓的王朝末路，再到欧阳复姓的现代处境，这些姓氏的故事，真像一扇扇小窗户，让我们看到了历史的细节和时代的变迁。嗯，那咱们把眼光拉回到现在，
当下中国的姓氏使用有没有出现一些新的动向，或者说有意思的现象？比如我看你资料最后一部分提到了新姓，是说父母可以自己造姓了吗？创造一个全新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姓，这种情况还是非常少的。因为姓氏这个东西传承性、稳定性很强。但是呢，你资料里提到了那个新姓现象，主要是指近年来慢慢多起来的一种做法，通常叫双姓或者父母连姓。双姓是像欧阳、司马那种复姓吗？不太一样。古代的复姓，像司马、上官，他们本身就是一个固定的、有历史原来的姓氏单元。而现在我们说的双姓，是你资料里描述的那种，就是直接把爸爸的姓和妈妈的姓组合到一块儿给孩子当姓。这个我好像听过，对吗？比如说爸爸姓王，妈妈姓李，孩子的姓就可以登记成王李。王李，名字可能叫王李子涵什么的，或者爸爸姓张，妈妈姓刘，孩子姓张刘，比如叫张刘宇轩。这个现象我确实留意到了。现在一些年轻父母给孩子起名字好像越来越多了。是的。这种做法背后是咋想的？你资料里的分析挺到位的。这种双姓现象多了起来，背后反映了几个社会文化层面的变化。首先，它体现了现在社会性别平等意识的提高，还有对母亲这边家族贡献的一种认可和尊重。对，以前基本都随爹姓。是的，现代连心就把妈妈的姓也摆在同等位置了。其次呢，它也创造了一种新的很个人化的家庭文化符号。这个双姓本身就代表了这个小家庭的结合。当然要分清楚啊，这种现代的双姓呢，是父母姓氏简单拼一块儿，比较灵活，跟那些有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历史的古代复姓性质上是不一样的，这个要区分开。对，但非常有意思的是，就像你资料最后指出了那样，虽然形式是新的，这种双姓啊，它仍然延续了姓氏最核心的功能之一，表明家族联系。怎么说？比如孩子叫王李子涵，我们一听大概就能知道他爸爸家姓王，妈妈家姓李，这种来源的指示性还是很清楚的。有道理。它算是在传统基础上的一种与时俱进的创新吧。我明白了，这还真是挺巧妙的一种平衡，既体现了现代家庭对平等、对双方家族的尊重，又没完全切断姓氏作为家族纽带的那个传统功能。是的。哇，今天聊下来，从百家姓不是100个姓的真相，到姓氏来自封地、官职、祖名住处的4大源口，再到唐号族谱承载的认祖归宗和传承家风的文化意义，对，以及像元、金、欧阳这些姓背后的历史故事，最后到现代双姓的出现，感觉通过你分享的这些材料，我们一起解开了不少藏在简单姓氏里的中国历史和文化密码。确实收获不少。希望这次的梳理和讨论啊，能让你对自己的姓氏，甚至更广的中国文化都多了一份理解和兴趣。的确是的，姓氏不管是那些人多、历史悠久的传统大姓，还是像王李、张刘这种新出现的双姓，他们都深深扎根在中国人的文化心里头，是根的象征，是对归属感的一种寻求。就像你资料结尾说的，花点时间去了解自己姓氏的来源呢、意思啊、家族故事啊，记住那些特别的印记，这本身就是一种特别有意义的文化传承。没错，也是我们每个人跟过去的自己、跟历史建立连接的一种方式。说得特别好。那么作为这次深入探讨的一个小小的延伸吧，我们想留给你一个思考。在你自己的家族里，关于你的姓氏，是不是也流传着什么特别的故事？或者通过咱们今天聊的，你有没有兴趣去查一查你的姓氏最早可能是从哪儿来的？值得去探寻一下。也许你会发现一些比我们今天聊到的更让你惊喜或者触动的家族记忆。很有可能。好了，那我们今天的探讨就先到这里，非常感谢你的聆听，期待下次再和你一起深入了解你感兴趣的话题。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